嗨，大家好！我现在呢在博园路上掉了个头啊，就在这个安亭15公里骑行道的终点叫沐浴南路这边掉头了以后呢，我就准备骑向今天我要跟我太太会合的上海汽车博览园停车场啊。应该还剩了几%的电力啊，看看能不能坚持到我到达上汽的汽博园。门口。现在往回去的路上啊，右侧呢就是大片的停车区啊，这个里面的一些建筑呢，我相信都是跟汽车展示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业务相关的一些巨型的建筑物啊。这边还有一个麦当劳。安亭呢是一座千年古镇啊，但是呢，自从有了德国大众汽车生产基地入驻这边呢，经过几十年发展，已经成为上海的发展引擎之一。这边有好多的房车啊，我们不妨进去瞄一眼。好，明白了。看到一个房车营地啊，原本以为是可以进去参观一下，谁知呢，保安说这是公司的地方啊，闲人不得入内。那也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继续在这条博园路上的骑行道，向着上汽汽博园骑行。总之呢，这边啊，能够看到的，不管是建筑物啊，还是停车场里面停到的这些汽车，还是这些大楼上面的招牌呢，都是跟汽车相关。
这边呢就是上海汽车博览公园了啊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在安亭的汽车城风情街啊，其实就是一条商业街道，上面骑行。刚刚呢就在这个风情街吃了一餐饭。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啊，就感觉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去看一看、转一转啊。比方说这个附近有一条安亭老街，还有呢就是完全就是欧式风格的一个德国风情小镇啊，都不远。但是在去这些地方之前呢，我在这个汽车城这边啊先转一转，因为这边的话呢就是大众汽车的总部啊。我已经看到这边呢还有一个地铁站，11号线地铁站，但这边好像没有什么骑行道啊。上海汽车城站应该就是11号的地铁站吧？原来在这里啊，到门口去转一转。最近几天呢，就听说啊，11号线原本到花桥，然后呢，很快就要跟苏州的一条地铁连上了。好像苏州那条地铁也叫11号线吧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从上海市区直接搭乘地铁呢，去到苏州城里。但是呢，点到点好像需要2个半小时啊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应该也是连接两地交通的一件好事。所以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上海汽车城站，边上呢已经有不少的住宅的小区啊。对面呢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啊，上汽大众。这边应该有好几个大众的汽车厂，因为我在地图上看到有1厂、2厂、3厂，还有它的新能源厂啊，应该都集中在这边。它的办公的大楼总部呢也在这附近。
对面的就是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啊，3号门，应该就他们厂区了啊。右前方的这个楼呢，应该就是他们的车间了。以前开车也经过这边几次，看到他们的车间之间呢，就横跨马路啊，都是有连廊连在一起的。所以虽然呢厂区啊被马路所割断，但是他们通过那些连廊呢，把他们的厂区的各个车间呢连成了一片啊。所以整体上来讲呢，对于大众汽车这个工厂来讲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，所以它的物资的调配啊、流水线啊之类的，应该都是安排得非常合理，没有受到这些马路分割的影响。现在上海汽车呢，工业也是发展得非常的快啊，所以上汽这个品牌底下呢，也有很多的合资公司，有引进的国外的品牌，也有自己自主生产的一些品牌。传统的汽车到新能源车，应该是全系列的发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应该先有大众，才有上海汽车啊。这边呢有一条小路叫塔山路啊，我就来骑一段。我看到前面这个马路啊，有很大的过街的天桥啊。我相信不只是走人，这是把不同的车间连在一块的一个廊桥吧。德国大众呢，应该是中国引进的，我相信是第一家的国外的知名品牌，而且经过长期耕耘啊，已经在中国几十年了。相信呢，对于这家企业来讲是获利颇丰，但同时呢，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讲呢，无疑呢是一块奠基石啊，培养了自己的竞争者，同时呢，自己也得到了一个长远的发展，获得丰厚的回报。这就是真正的企业应该干的事。你看这个左手边那些灰色的巨大的建筑物啊，应该都是他们的厂房，或者都是汽车制造的流水线啊。连绵好长的距离啊，完全是巨无霸的这种车间。以前我小时候的发小啊，在一条弄堂里头一起长大的伙伴啊，其中有一位呢就在大众汽车公司工作，从当年啊毕业分配去了大众以后就干了一辈子，现在呢已经光荣退休了。据说呢各方面的待遇都相当不错。
沿了一条街啊，街的对面呢还是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巨大的那些厂房，想必呢就是分了好多期的这些厂房了。这里呢又是一个巨大的车间吧，或者是第几期的一个厂房。我呢继续啊，在大众汽车工厂区厂房之间的马路上继续骑一段。想当初啊，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，大众跟上海汽车合作的第一个品牌叫桑塔纳啊，这个是在中国好像引进的第一个国外的品牌。现在看来啊，那个车已经是非常老款的感觉啊，但是当年的话呢，它却是一个时尚的宠儿啊。对于当年只有几百块、不到1000块钱平均工资的中国人来讲，10几20万的大众桑塔纳却成了畅销品，供不应求啊！不仅呢，出租车公司采用桑塔纳这个品牌作为出租车车队，老百姓呢也梦寐以求啊，希望能够有一辆桑塔纳作为私家车。过了几十年以后，桑塔纳这个品牌呢已经销声匿迹啊。很偶然的，在街上还可以看到几辆老得不成样子的桑塔纳还在那边行驶。那基本上的话呢，早就被更新换代的其他的车型啊替代了。我看右边呢有很多稍微低矮啊，但全部都是一些商业用途的店铺啊，但应该都是一些公司行号，所以呢，这个汽车城啊，也培养了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产业啊，带动着整个产业呢一起发展，使得安平这个老镇啊焕发出了青春。
接下去我要去的一个目的地呢，就是安平老街啊。以前去过一条恢复成古色古香的街道啊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很多的建筑物呢，其实也是重新修建的啊。但是那边呢有一个菩提寺，应该是一个老寺庙。从这边骑过去呢，大概10来分钟，所以我们到这个老镇里面呢也去转一圈。这边是茶。这里呢就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，相信是他们的总部了啊。好，现在呢来到了新源路啊，感觉对面的就应该是安平老镇了。骑过这条新源路，一片仿古建筑啊就扑面而来。这边有人在唱本地戏曲啊，沪剧。
安亭老街啊，一座经过恢复的老镇的模样。这个边上呢，还是有更多的重新修建的仿古的建筑啊。好，这边没有门禁啊，我们到里面去转一转吧。星巴克就开在门口。这边呢有一个安亭老街的景区介绍啊，也稍微看一看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。安亭老街位于安亭镇西侧，适合安亭径的两侧，东为安亭街，西为永安街，南至昌捷路，北至河津路，四街南北呢大概有900米左右。其中有一座菩提寺，建于三国时期啊，6面9层的永安塔，建于明代的严氏桥，重现了古时安亭地区的繁荣景象啊。现在看到的安亭老街呢，已经经过了2次升级改造啊，也植入了银杏树，成了安亭重要的城市文化名片。这边呢有一个有名人写的游记啊，介绍一个叫味蕾亭的这么一个亭子。这边呢就开了一些现代的商店啊，在这些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的门面房里面。以前开车来过，也在这边呢吃过饭，可能是远离市区的缘故啊。这个老镇呢人一直不多，也可能因为新建的啊，并没有太多当地的老百姓住在这边，所以呢这边没有太多的烟火气啊。虽然有很多商店，但是生意看上去马马虎虎。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商店都是关门的状态啊，或者还没找到租客。但是这些砖雕的这种仿古建筑啊，还是蛮漂亮的。小河边呢也建了一个长廊，和对面的一个亭子啊遥相呼应。这个呢就是刚刚看到那个介绍上说那座古塔啊，这座塔叫永安塔。但是下面呢还在进行维修啊。小河上面也建了不少古桥啊，仿古的桥。又是一排连廊，明显的感觉这些商铺啊都是歇业或者根本就没有营业的状态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对于周围的居民来讲啊，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古色古香的沿河的休闲公园也是不错的啊。
一转眼呢，已经走到了另外一头的牌坊，同样的也是安亭老街的一座很漂亮的牌坊。对面呢，因为还在整修啊，所以必须在这边掉头过去了。结果这边呢，弄了一个停车的收费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老街里面呢，其实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那种感觉了。对面这片呢，相信啊也会变成一些仿古的建筑，但现在的话呢，都还没有建设。当然，这就是有些冷清啊。这当然跟刚刚结束的这个疫情啊有关，但同时呢，肯定也跟这些盲目的啊，就到处都是开发成这种仿古的旅游区，就有点失控了。我相信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结果这边呢就变成了很多的停车位了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长廊啊，没有人，我们就推着车走一段这样的长廊。一条小河边，前面呢就是仿古的桥啊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对面呢就是菩提禅寺的院墙啊，但是这个菩提禅寺的这个建筑啊，感觉不像一般的那种庙宇的这种建筑，反而有点像民间的那种普通的建筑啊。哟，可以。从这边呢可以看到一座古塔，当然也是经过重新修缮过的一座古塔啊。对面呢就是菩提禅树地方了，推着车过这条小河。这条小桥还有个名字叫杨家木桥。这个地下还弄了很多的一些石雕啊。这个呢，就是刚刚在河对岸看过来的一片院墙啊。这个院墙呢，肯定是新建的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河边的一个小码头啊。现在恐怕就不是运输的作用了啊，大概只是那种清洁的小船才会这边来走一走。这边呢就有一个院门，菩提禅树啊，还是用一些砖雕这样的结构，还不错。前面呢就是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啊，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，这只能掉头啊。看看能不能到这个菩提禅寺的正门去看一看。有人在这边照相啊，这边的风景还是更美啊。边上很多新栽的树，包括银杏树啊。
在中国的这些仿古建筑当中啊，最能够打动人心的还是寺院啊。所以就像前几天在东宁市那边骑行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啊，就这几十年啊，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很多的寺庙。那这寺庙呢，以前可能曾经有过，其实早就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一些寺庙，现在呢又恢复起来。这边有个观音的雕像，四面的漂亮。经过1、2、3座这样的桥啊，可能规制就这样的吧，只有皇帝才能用5座、7座，不清楚啊。因为在东宁禅寺门前呢，也是3座桥。再进到了一个庙门，这个呢就是菩提禅寺天王殿啊。很多寺庙都有以前的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说的题字，虽然赵先生已经作古了。看一看啊，从这个小桥过来，对面就是宝塔。这边呢就是菩提禅寺。这边呢还有一位和尚的塑像。弥陀桥啊，这个叫弥陀桥。对佛教的人物啊不是很熟悉，不清楚这个是谁的哪一座菩萨的塑像啊？抱着个小孩，还是很可爱的神态啊。这个池子里头呢，也有一些小金鱼。寺院门前的广场啊，做得很平整，但是呢，已经成了停车场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石壁啊，也不错，同结佛缘。整个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，非常开阔的庙门。这座塔非常漂亮。这边呢有个菩提寺的介绍，咱们也来稍微的看一看啊。说这座寺庙呢建于三国东吴次吴2年啊，公元239年，由东吴大帝孙权之母赐命建造，为上海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。大家有兴趣呢，可以看看上面的文字啊。这条古桥呢叫严氏桥啊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应该还是很老的一座桥。这边也有介绍，这座桥建于明洪武7年，公元1374年，有640多年的历史了。它处于延庆河啊，那就是这条叫延庆河，还有西市泾河。
所以叫严氏桥，就是这座古桥啊。站在桥上看一看这条严氏径，是不是很漂亮的感觉？而边上呢有一座小桥叫天成桥，就跨在了西市镜河上面。对面呢就是菩提寺的广场了啊。这边还有花石榴一棵树。现在走过这座天成桥，我们呢就往老街外面骑出去。一座还算比较安静的仿古的老镇，重建的老街啊。没事干到这边来逛逛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适合放空自己啊，把时间放慢下来，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生的感悟吧。前面呢就是安亭老街的牌坊入口了啊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在安亭的第2段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